美政客反华演讲被自己人砸场，抗议者现场高喊中国不是敌人，美国对抗策略成笑话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。随着美国动用武力击落中国的无人飞艇之后呢，美国政府上下就掀起了新一轮的反华浪潮。而美国人认为中国威胁到了美国的安全，美国众议院还以419比0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谴责中国侵犯了美国领空的议案。而近期，美国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乔西·霍利又在华盛顿一家智库的活动上发表了关于中国的演讲。很显然，这是他在向美国智库宣传他以中国为敌的思想。不过，美国政客的这一套并不能忽悠所有的美国人。根据相关消息的报道，霍利呢在反华演讲中遭自己人砸场，突然有一位女性抗议者冲上台，打开横幅，对着他高声喊道：“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，气候危机才是。”此事发生之后，立即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。据悉，这名女抗议者名叫奥利维亚·迪努奇，是美国女权组织粉红记忆的成员。当然了，她并不是这家智库邀请的嘉宾，也没有麦克风和话语权，所以很快就被保安带离了现场。但他说出了一个事实，那就是美国成天渲染的所谓中国威胁，不过是为了转移国内民众的注意力，掩盖美国内部的矛盾和危机罢了。而在他被带离演讲现场后，还发表了一份声明，美国现在需要做的是与中国合作，一起应对人类共同的敌人，也就是气候危机。他还强调，政府应该把钱花在穷人身上，而不是什么该死的战争。他们需要和平。不得不说，奥利维亚·迪努奇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，他代表了美国最草根、最底层的民众发出的这样的呼声，甚至说出了全世界的心声。这2年来，美国政府无视新冠病毒，无视美国的森林大火、飓风等其他自然灾害，将大把的钱送往乌克兰，支持这个国家打击俄罗斯。如此做法，除了给美国财阀集团、资本家带来利益之外，美国民众根本就没有得到任何好处。到现在，我们也可以充分看出，美国政府内部呢现在的风气是怎么样的。而这些政客关心的根本不是美国民众面对的问题，而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谋取政治的私利。但美国政府炒作的威胁论完全是站不住脚的。如今，美国民众都开始觉醒，认识到真正给自己生活制造困难的并不是中国，而是美国政府自身。为了转移内部矛盾，美国政客没少在外部制造矛盾，甚至将中国树立成了假想敌。而事实胜于雄辩，未来越来越多的人会看清，只要美方真的想解决问题，就少不了与中国的合作。而中美两国合则双赢，这是民众的意愿。美国政客如果还要搞阵营对立，只会让自己成为一个笑话，将自己的路是越走越窄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点赞转发，留下你的精彩评论。